59.5% 的毛利率，摊开原相2026年第一季的这张成绩单，这个数字绝对跌破了一堆市场专家的眼镜。在传统消费电子的淡季，这家长期被外界贴上华属芯片供应商标签的公司，竟然缴出了直逼高阶 C 制材厂的惊人利润。但听着，这不仅仅是财务主管在变魔术而已。如果你从底层技术来看，这根本是一场硬核的降维打击。原相的底层架构早就大换血了，从传统的 PC 周边一路杀进低轨卫星的太空硅 TDI感测器，现在甚至直接把 AI 演算法写进 CMOS 晶片里。老天，这早就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只卖华属 IC 的原相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扒开这层外衣，从它的跨界事业版图开始，一路检视那道坚不可摧的技术护城河 Q1 冷酷的财报数字，再带大家拆解那家神秘子公司天光材料的蓝海战略，最后再来场 Q2 的极端压力测试与策略思辨。好，进入第一章，我们先来看看这家公司的跨年度两变。1998年从竹科起家，2006年上柜，这大家都很熟。但重点在于这几年的结构质变，他们现在可是两条腿走路。大家注意时间轴上2024与2026这两个节点。2024年，他们完成对子公司天光材料的绝对控股，直接吃下特用化学跟短波红外线的材料护城河。然后2026年，这更是大招，开发多年的太空硅 TDI 影像感测器正式小量出货。这可是直接跨入太空经济的高阶技术宣示啊！也意味着他们前面砸下去那高昂的研发资本，终于要开始迎来回收期了。数字会说话，你看2026年第一季的营收结构，华属还是稳居 64%， 游戏机 8%， 其他应用 28%。 一定会有人酸，还不是靠卖华属？但细看这 64% 的细项，高单价的无线电竞华属比重狂飙，它早就跟疲软的传统 PC 周期脱钩了，这只现金牛稳得非常可怕。而这源源不绝的现金流拿去哪了？刚好拿来疯狂投资那 28% 里面，像是车用 OFAN 光学手指导航 M 系列 Edge AI 这些高阶感测器，等于是用成熟市场赚来的钱去砸出未来10年的高阶蓝图。这就带我们进到第二章，核心技术护城河。从材料到晶片，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垂直整合的？大家都在喊 AI PC， 对吧？但原相玩的是边缘运算最底层的硬核逻辑，他们直接把自研的 AI 演算法死死的写进 CMOS 感测器里面，这就是 M 系列产品的 On-Chip AI。这有什么好处？极致的低功耗，在安防或穿戴装置上吃微薄的电量就能做智慧辨识。一旦客户把这种感测加演算法深度绑定的架构 designing 导入进去，那个转制成本绝对高到让终端大厂根本不敢，也懒得随便换供应商。而且还不止这样，再加上他们的非可见光技术强，像是车用 OFM 晶片已经硬生生切进国际品牌大厂的方向盘供应链了，还有高解析度的 FIR 热影像技术，正瞄准智慧建筑跟工控。这种长周期的 design in 完全让他们避开了标准型感测器那种杀到见骨的红海价格战。在财报上，这就是让他们敢把毛利率锚定在60%上下的强大定价权。既然聊到了财报，我们马上进入第3章，来好好帮这份2026 Q1 财报解码。技术蓝图画的再猛，最后还是得过数字这关。Q1 营收 22.09 亿台币，季减 3.4%， 优于预期。这听起来平淡，大错特错。你看这个毛利率 59.5%， 原本市场悲观的以为高毛利的委托设计 NRE 收入变少了，毛利一定掉，结果竟然逆势超越上一季的 58.5%。这完全是产品组合在施减魔法。淡季的时候，低毛利的无人机、安防晶片出货变少，高毛利的游戏机跟电竞产品反而强势拉动。这种精准的弹性调配，真的展现了经营层次操盘的冷静跟实力。你再往资产负债跟现金流量表深挖，这根本是一张防御力点满的报表。流动资产占了总资产的 64%， 其中现金跟约当现金高达 65.2 亿台币，等于总资产有 41% 都是现金啊！而且单季营业活动现金净流入 4.49 亿，本业掏清能力无可挑剔。有了这 65.2 亿的深厚银弹，接下来太空硅 TDI 要量产，还是高阶研发要继续烧钱，完全不用怕中断。不过，如果你只看表面数字，可能会被吓一跳。你看 Q1 总负债从 30.3 亿瞬间暴增到 44.9 亿，经营恶化了吗？完全不是，这暴增是因为期末提列了高达15亿的应付现金股利，2025年 EPS 12.38元，配了10.1元现金，配息率高达 81.5%。重点是公司的长期借款其实只剩下区区的2715万。
管理层不仅诚信履约发股息，财务结构更是健康的让人嫉妒。对比之前的汇率乱流，这一季还透过强势定价能力稳住了利润，认列将近4000万的兑换利益。好，看完了 Q1 这么亮眼的财报，大家一定很好奇，除了刚才提到的自研演算法跟车用晶片，仁香到底还藏了什么终极秘密武器来加深这道技术护城河？答案就在非可见光布局。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直接拆解它砸大钱、绝对控股的神秘子公司，看它怎么去打这场蓝海空战。所以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也不管这支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都请先帮我订阅、按赞，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这些硬核公司到底在干嘛的深度专题哦。OK， 马上进入第4章，来看这家子公司的蓝海战略——天光材料的有机半导体密码。现在传统的吸积感测器真的已经杀到血流成河了，原相很聪明，直接跳框杀进 SWIR 短波红外线的非可见光蓝海，看它的股权操作就知道野心。2024年7月，先将持股拉到 52.51%， 纳入合并报表，接着2025年7月，在霸气砸下将近1亿台币现金增资，持股直接冲到 74.89%， 这在商业上叫绝对控股。确保天光的有机光感测元件技术命脉完完全全握在集团手里，这可是能做到传统感测器做不到的特殊工业应用啊！这才是真正的材料级护城河。你看报表上，天光材料手上握有高达8243万的专利权，加上2774万的专门技术，加起来破 1.1 亿的无形资产，绝对是跨入高单价特殊应用的顶级入场券。不过我还是得务实的泼喷冷水，天光2025全年营收其实只有1478万，但净损高达4689万。管理阶层也直言商业化不会那么快，也就是说，现阶段天光材料的定位就是提供母公司垂直整合防护罩的长期战略银弹。别指望它短期内独立 IPO 或登陆新贵来炒作。了解了长期的材料布局，那短期的考验呢？第5章，我们来做 Q2 展望与定价权的极端压力测试。目前预估 Q2 会迎来强劲的双位数季增长，滑鼠、游戏机、安防、无人机全面反弹，特别是电竞滑鼠已经成了专业设备，结构性脱钩。但现在市场最怕的是通膨，下半年要是晶圆代工、成熟制程跟封装的贵金属全涨价，获利会不会被吃掉？我们来做个极端压力测试。假设成本直接暴涨 10%， 而且最坏情况原相完全无法转嫁，以 Q1 数字回推，毛利率的下限会落在 55.45%， 就算用历史低点推算也有 54.35%， 但现实是原相拥有强大视情况调整售价的转嫁能力，跌破 55% 的几率微乎其微。这也是为什么管理层敢锚定全年毛利率在 58% 到 59%， 而且随着 Q2 营收扩大发挥规模经济，营业利益率目标还要回升到 20% 左右，这防御盾牌确实够硬。最后来到第6章，潜在风险与策略思辨，我们要直球对决市场最爱酸的3大战略质疑。风险大盘点，大家都在看通膨、汇率，还有那 64% 压在滑鼠上的单一依赖。所以市场第一个质疑来了，公司明明整篇强调要追求高毛利，但 Q2 的成长引擎之一却是像无人机、安防这种低毛利标准型感测器，这难道不是精神分裂吗？外行人才会这样看，这叫产品组合的季度弹性调配。标准型感测器在 Q1 刚经历完库存修正， Q2 客户肯定要拉货反弹啊。在确保高阶产品成长的同时，紧抓成熟市场量能，维持市占，这是必要之恶，根本不是本质上的矛盾。第二个矛盾点就是配息，高达 81.5% 的配息率，把赚来的钱快发光了，这样会不会严重压缩到未来高阶研发与材料垂直整合的银弹？这不是杀鸡取卵吗？千万别忘了我们刚才看的资产负债表，原手上可是死死捏着 65.2 亿完全没有债务的现金储备，而且每季都稳定的强劲现金流入，这现金池深到不行，完全可以撑起双线作战，一边配高息稳住存股族，另一边继续大买特买生化技术，这叫游刃有余。最后一个也是市场最爱炒的，从卖滑鼠跨界搞低轨卫星热影像，甚至还去搞特用化学材料，这步伐是不是跨太大了？这不叫盲目多角化吗？你仔细把技术拆开来看，不管是太空 TDI、SWIR 还是边缘运算 AI， 底层逻辑完完全全没有脱离它的老本行，也就是 CMOS 影像感测技术的延伸。这根本不是盲目跨界，这是顺着自家的根基向上生长，是一种极度深化的技术壁垒立体堆叠。
没错，从可见光一路打到非可见光，从单纯的 IC 设计厂进化到掌握材料源头的绝对控股集团。原上靠着精准的定价权跟深不见底的现金流，展现了极度可怕的韧性。当2026年第一颗太空硅 TDI 感测器升空，当天光材料的有机半导体技术全面发酵，这家以前只做滑鼠晶片的公司，正在建立一个无孔不入的感测帝国。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原相布局的这座非可见光帝国，会不会在未来从根本上直接改写全球高阶感测器供应链的游戏规则？未来的技术变局，我们一起拭目以待。